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现在时间呢是8月11号的凌晨3点半。那为什么今天会弄到那么晚呢？其实就是因为 Sony 他们在8月10号，就是应该算前一天的下午，然后给我们发来这个最新的。你说它是蓝牙喇叭也好，你说它是环绕的 soundbar 也好，你说它是一个，就是它是一个新概念的东西，就是 Sony 的 HT-AX7 这个算是环绕蓝牙喇叭哦。那这个喇叭呢，我一开始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它的规格上好像真的跟以往的产品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呢，在我下班大概9点之后到凌晨3点这个6个小时内，我对它测试了一下。然后就是我的心境呢，由测试的内容就是从原本的觉得好像真的蛮普通的，到后来觉得哇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的不得了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会改变之后这整个消费市场的一个，就是人类听音乐或看电影习惯的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了。就大家可能觉得最近 Sony 比较有话题的是那个 1000XM5 的新的一个耳塞降噪耳机，因为它2年改款一次嘛。但我觉得其实最近真正厉害的爆款的产品是在我手旁的这个 AX7。好，那它有多厉害，以及呢它的听起来感觉怎么样，我们待会就跟大家分享。那首先先从外观开始哦，外观基本上 AX7 它的先讲一下它这次的包装啊，大家应该看它在我的左手边，然后旋转。其实 Sony 他们这种新世代的 soundbar， 包含上次的 S2000 开始啊，它就已经不再用所谓的彩盒包装了。那甚至这次的那个包装啊，就我们同事还笑说，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鸡蛋，就是很像那个鸡蛋的，你有看过装鸡蛋那个纸盒吗？就有点像，那个材质摸起来外观有点像。然后你打开之后呢，其实它的大部分用的都是纸的材质。那这也是 Sony 他们，其实他们在今年的 CES 展就讲说，环保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相信各位，就现在冷气应该都开得蛮强的这样子。那环保的确，就消费者有时候不太重视，但它是不是很重要？我觉得也是很重要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再讲到 AX7 的外观哦，基本上 AX7 它的构成就是这个本体，然后再加上它的2个这个可拆式的，你说它算是环绕喇叭吗？就是小的环绕喇叭哦。然后它的整个包覆都是用这种布面的，算是我觉得摸起来手感也蛮好的，然后摸起来的那种滑顺感。然后它的话，目前的颜色就只有这个算是白灰色，但是它不是属于很亮的一种。然后在它的正面的上方呢，非常简单，就有电源键、蓝牙键、大小声，然后接听那个电话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Soundfield， 算是一个环绕音场的功能哦。那它的单体配置方面呢，它这个本体配备了2个 X 平衡型的一个单体哦。在之前我们讲到 Sony 的今年度的蓝牙喇叭，我们都有提到，或是 Soundbar， 我们都有提到这个 X 平衡型的单体哦。那 X 平衡型的单体，其实坦白说，就是你一般看到的喇叭的单体元件都是圆形的，但是你看蓝牙喇叭，它如果今天它做圆形的啊，它的单体可能大小就有限，它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单体做有点像长方形或蛋形。那相对来讲，你的单体就可以越来越大。那单体大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在这种小型的算是蓝牙喇叭的系统上面呢，它能体现的是你单体变大之后，你的人声的声音会变得更厚实，那低音会更好这样子。好，那它除了2个 X 平衡型的单体之外，在它的2侧还有做2个被动式的一个低音辐射单体，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没有那个供电元件的重低音喇叭啦。那这种东西就是要设计成加强低音的算是亮感啊，或者是加强它的低音的延伸。那接着呢，讲到这2个环绕喇叭，我看它的时候，官方的图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类似那种2寸半的全音域的单体啊，但是它官方没有讲说它的一个规格哦。那整体的 AX7， 然后以及这个它的环绕喇叭都采用是充电式的设计。那 AX7 的话，它是需要用这个 Type-C 的充电。但是它的官方有讲说，你要支援这个 PD 45瓦以上的充电线以及充电器，它才会充得动哦。那当然原厂有配一个看起来非常威猛的充电器，建议大家就使用这个原装的充电。好，那其实这样就讲完了。然后这个 AX7 呢，它本身不支援任何 WiFi 的，什么 AirPlay 啊、Chromecast 的，它都不支援。然后蓝牙的部分，它也不支援自家的 LDAC。那也不支援什么 aptX HD， 也不支援什么 aptX Low Latency， 什么都不支援。它支援最简单的这个 AAC 跟 SBC 编码。
所以看到这边，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跟我当初的感觉一样，我就觉得说啊，就这个规格就这样，这感觉就像是 Sony 骗你买了一个大的蓝牙喇叭，然后再骗你买一次就是让你再买2颗小的蓝牙喇叭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真的是非常大逆不道，就是马上要请皇上这个居无所离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一开始也真的是这么觉得，然后我一开始就拿它听音乐。那顺带讲一下，它这个初始 X7在设定的时候，他们 Sony 今年有一个新的叫 Home Entertainment， 就是家庭娱乐的 APP。那开启这个 APP 之后，你接着蓝牙连到它，它就会跟你讲说怎么去做设定。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设定的流程，就是它跟你讲说，哦，你这个后环绕喇叭你要放在你的2侧哦，就简单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接着呢，你设定完之后，Sony 还播放一段展示的音乐，基本上这样就结束了。而且我觉得要吐槽的是，它 Sony 这一段展示的音乐其实播起来，我觉得效果还蛮差的。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想说，哎呀，心碎了，就是15000块的东西，这个进货也是不少钱，就进了一个这个令人心碎的花钱买了空气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一开始是用音乐测试啊。音乐测试的时候，我一开始算是那种女生人声的清唱，就是像以往我常用陈华的那个想陪你看5月的晚霞，你在听。那我听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说，好像真的感觉是还好。那这个时候我来讲一下它的那个基本的设定啊，就是你在它 APP 里面，你打开啊，基本上你有看到什么正面音量，那不用讲，然后看到语音模式。然后看到音场有开或关，然后接着看到一个夜间模式嘛。那这个音场模式就是他们有一个 Sony 有一个独家的这个叫360叫 Sound Mapping 的技术。那这个意思在讲说，它可以用它一个独特的演算法，就你给它，我们一般音乐不是都是立体声嘛，或电影，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录制的话，都是立体声，就它只有分左右声道。但 Sony 可以把你这个音乐的内容呢，它去做分析，然后假如说你这个左边是有吉他，右边是有鼓，或者是有什么萨克斯风，它就会把吉他呢移到它的这个左后环绕，或把萨克斯风移到右后环绕。就这个听起来很神奇，但是呢，好，那这个 app 呢，基本上的细节调整我们后面再讲。那这个音场模式打开了之后，我在听音乐嘛，然后我一开始听人声，我就觉得，其实是还蛮普通的，因为你只有人声的话，但是必须老实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环绕的效果普通，但它人声的那个厚实度，我觉得是有令人惊艳到的。当然，其实 Sony 他们，你15000块，你可以买到它很旗舰的那个蓝牙喇叭，那个音色也是不错。但我觉得坦白说 ，X7 的人声表现真的是，我觉得是甚至播一些小提琴，那个乐器拉弦的声音，我都觉得算有水准。就基本上它是逼近 S2000，你应该说它其实就是 S2000的这种。人声这些重音的表现哦。好，那我音乐一开始清唱的听，你觉得好像听了几首，然后听了一阵子半小时，觉得说它其实是不错的蓝牙喇叭，但是还没有让我那么的惊艳。但是我这个时候测试的流程，我就直接拿起我的平板，然后开启 Netflix。接着呢，我想说它这个有什么把2声道变成那个环绕音效功能，听起来很像唬烂的，有那么神吗？我就开启了 Netflix 上面，我就找了一个动画，然后找那个猎人。然后呢，我在当那个猎人的开头那个音乐一放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好像不太对哦，这个感觉奇怪，怎么有点，就是怎么讲，你就会觉得，这个喇叭真的是有点东西，就是它的那个像我们动漫或者什么那种卡通的音乐开头，它不是会有很多鼓嘛，很多吉他嘛，然后很多一些背景的声音吗？这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，就是你就把这个后环绕喇叭放在你的旁边，例如肩膀旁边，你就感觉鼓啊那些乐器啊就在你的左右身边环绕着，就它真的有贴近你身边的感觉，也是在左右方，不是在你面对你正前方的这个 Sony 喇叭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吓到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继续播，然后就开始看那个猎人他们那个卡通嘛漫画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那个主角的人物对白，我就觉得，刚刚唱歌人声表现很不错，但是在人物动画的那种电影的人物动画对白的时候，我觉得，那个声音又更厚实了这样子。然后更可怕的是，我在 Netflix 上面有看那个猎人的动画的时候，
它的标记像平板，然后我是用 iPad 嘛，再说 iPad 的 AAC 编码就已经比较差了，然后我又用没有那种它什么沉浸式音效，什么 Netflix 那部片是完全没有的。但我在听的时候，它一些打斗的场景，就你真的会听到那种环境的声音啊，或者是一些音效在你的旁边，就是那个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真的要实际的体验一下。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6小时就是因为我后来去看 Netflix 之后，我才发现哇，这个东西原来是要这样子去用。然后我就一直连续看了好几部的那个动画，然后我后来又拿了那个西线无战事的电影来测试一下，像那个电影它就有写一个沉浸式的音效嘛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拿这个来试一下。而且很多人他遇到这个蓝牙喇叭，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看电影蓝牙最怕什么？怕延迟。那你这个规格什么都没有啊，你这个会不会很延迟？因为你动画有时候那个嘴型，其实它对的准不准，我觉得是还好。但如果是真人的电影，像枪声啊，那种火光跟声音有没有跟得很紧，我觉得那个就非常的明显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拿西线无战士来测试一下。然后我觉得很可怕的是，西线无战士，你看它前面大概2分钟，就是他们那个有一个士兵的视角从那个壕沟里面，然后他往前走，前面有一个机枪在射击。这时候镜头会往右转，你往右转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感觉到那个机枪的声音啊。当然，你一般商霸看的时候，它是在左声道，就是会在电视的左方。但是你用 X7在看那个接平板接西线无战士的时候，那个场景，它机枪的声音会跑到你的左后环绕，就是左边的这个位置，然后那个感觉就觉得，哎呦，真的是有左右，然后是跟着你的感觉。然后接着呢，它的场景就会主角要爬出壕沟嘛，那这时候你就会听到你的右后方有子弹的枪声突然穿梭过去。所以这个场景听完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很可怕。就是你想想看，这只是一个蓝牙喇叭，然后Sony用它的算法，它不知道怎么弄的，然后就会让你有那种，你说它是左右声道的感觉吗？我觉得也不太对。它的感觉这么讲，我会觉得有点像曲面萤幕。什么意思？曲面萤幕就是把原本平面的萤幕，然后把它弯曲，然后整个包覆在你身边嘛，让它就是更有包覆感。玩一些赛车游戏，你会觉得好像在开真实的车一样。我觉得 Sony 的这个360的这个 Sound Mapping 技术，或者说这个 X7的一个环绕技术，它有点像曲面萤幕，就是原本这是左右声道的一个声音，然后把你拉伸到你的周遭。但是又很奇妙的是说，像有些它在有些时候你在算那个环绕音效的时候啊，它可以把假如说今天人声就是会让它在正前方的这个本体上面，但是它的一些效果的音啊，又会把它独立出来，效果的音色把它独立出来到后环绕喇叭上面。就你通常你这种有些环绕算法它弄不好的时候，它会弄一半，什么意思？就可能乐器的声音在这个上面有，然后在主喇叭上面也几乎占一样的比例有。那我觉得你要怎么实际体验那个就是有算法跟没算法的差别呢？你就是直接在那个 Sony 它的这个 APP 上面，我刚刚不是讲说有音场模式吗？你把音场模式关掉，它其实就会变成是3个蓝牙喇叭都播放一样的声音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感觉那个整个环绕的差别，就是你3个喇叭播放一样的声音，你会觉得声音都是就是虽然都在你的身边，但是它的声音是很平的，没有分什么那种左右穿梭的感觉。但是你一打开这个音场模式之后，你就会体会到不一样的世界。就我一直看那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这6个小时我就是看猎人的那个动画，就他们最著名的就是有一个什么幻影旅团，然后跟那个库拉皮卡在那个城市里面打斗的。如果你有看猎人这个漫画的话，你已经知道这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眼泪。然后我后来又看一个鬼灭之刃，然后它也是剧场版，它这个是有沉浸式音效。就你在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这个东西真的是。我那时候想到什么，这个东西就是它太适合谁用，它太适合就是今天假如你家有小朋友，或者是很多人他买音响是这样子，小朋友出生之后，他就再也无法去客厅开启那个电视了，那他就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然后用平板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叫做平板的那个专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很喜欢用平板看电影的，你很喜欢用手机看电影的，看 Netflix 看韩剧的。
那基本上我会建议你一定要买它。假如说你用 iPad， 不管你用 iPad Pro， 你用 iPad Air， 像我是用 iPad Air， 不是用 iPad， 你只要接上它，要放的位置呢，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像我现在这样放嘛，我甚至把它这2个就直接放在我肩膀的位置，或随便你只要有任何有可以放的，假如说有一个小茶几或什么，你就把它放在你的2侧，你就可以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电影院。就我非常推荐大家，你去任何地方在展示 X7 的时候，你不要一开始就用音乐去播它，因为你用音乐去播它，你是感受不到它的一个神奇跟奇妙之处。你要打开 Netflix， 然后选一个你喜欢看的，不管是动画或是电影。我觉得动画是非常不错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光开头的音乐就让你体验的非常不一样。然后你就在那边看个10分钟、15分钟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非常可怕。就是我这样看完之后，其实我有一个冲动，就是我想把它立刻就直接掏钱买一个回家这样子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讲。就也许是因为它规格上的反差，因为你当初看它规格的时候真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你在听到之后，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的颠覆了我对蓝牙喇叭的一个想象。好，那接着来讲一下细节的音色设定。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，6月日落，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，8月温柔，自然带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。 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，6月日落，在一起是7月的流星，8月温柔，自然带来的浪漫以及你 All about you。 I wish that I could hug you till really be free。 Oh，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报复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哦，别让谁去改变了你，你是你，我是你，东西会有人真心的爱你。我很好骗，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闪现，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，闷到极点，再烂的谎言都视而不见，我根本活该被骗。我很好骗，对爱太渴望变成死穴，所有防备全都防不了孤单侵略，随便个谁就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，我难道已寂寞到渴望被骗？つまるところ復讐か。誰の弔い合戦だ？クルタ族。知らねえな。火の目を持つルクソ地方の少数民族だ。5年ほど前、お前たちに襲われた。火の目？なんだそりゃ。お宝の名前だってか。悪いが記憶にねえな。5年前なら俺も参加してるはずなんだが。およそ関わりのない人間を殺すとき、お前たちは一体何を考え、何を感じているんだ？別に何も。クスめ。死で償え！たまにこういうやつがいるからやめられねえ。殺しはな、俺の一番の喜びってやつを教えてやろうか。
めえみてえなリベンジ野郎を返り討ちにすることだ。この鎖がやべえ。どんな手品を使ったかわからねえが、通常じゃ考えられねえほどの念があれに込められてやがる。とくれば先手必勝。手応えあり。驚いたぜ。今のパンチを食らってなお攻撃してくる気力があるとはな。不能说是音色设定，因为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选项可以调，只有两个，一个叫做这个后方的环绕喇叭的电瓶，一个叫做重低音的电瓶。哦，那它上面还有那个夜间模式跟那个语音模式嘛。那基本上我建议大家，你夜间模式也不用开了，因为你晚上你就把声音调小一点。那因为夜间模式开，它整个声音变得很平，我觉得不好听。然后语音模式你也不用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本来的人声就很厚实了，你开那个语音模式，反正我觉得声音也不对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去，你连那个音场模式我都觉得你都不要去做关的动作，你就是一直开着音场模式，听音乐也用那个音场模式，然后你就一直使用它。后方环绕喇叭的电瓶就直接开到10，开到最满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你买这种产品，可能代表说你对于环绕的以前没有体验过这种环绕喇叭的音效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一定要去把后方的环绕这个电瓶开到最大，你才能很明显去感受到了整个奇妙的环绕感受。那重低音的部分，我觉得也许开到你也可以开到满啦，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开到7、8、90都还可以。但这边要讲一下说，基本上啊 XC 的，因为它的低音的单体有限，所以它的确在播一些，如果你是很喜欢听那种很低沉的录得很肥的 double bass， 或像爵士乐有一些会有，那或者是你喜欢听电子乐，有一些真的是很低沉的那种低音，那 XC 它会有一点破音的现象。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低音电瓶也许开到0，或者甚至-1、-2，但是我觉得你在正常的状况，大多数的状况下，你把低音开到7、8、9，这几个值都是看电影、听音乐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其实这音色调整这样就讲完了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讲。另外讲到续航的问题，这个喇叭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是60%的电吧，然后我用了6个小时，然后掉了20%。原厂说它的续航时间是30个小时，这样算一算好像还真的是30个小时。然后呢，它有快充功能，就充10分钟可以用150分钟，就是充10分钟你就可以用将近快2个半小时吧。当然我没有完整的测完它的续航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大家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是8月11号的下个礼拜。所以我们就请我们家的那个小编呢，把所有他所测试的数据，就是列在画面的中间，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的充电的效果，以及呢这个使用的续航的一个真实表现的。好，那最后要对这个 Sony 的 HT-X7 做一个总结哦。总结来讲，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一个，它是这么讲，它可以让更多的人，因为很多年轻朋友他们可能刚入门的时候1万5、2万，然后他的居家空间可能租屋嘛，他可能平常回家里面没电视，但是大家都会有，你都会有手机，你可能都有很大的几率有平板。那年轻人第一个在买的时候，伤疤很大，又不好携带，但是 X7它这样子的大小，基本上就像那个诺贝尔奶冻卷那种的大小。那我觉得携带上来讲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你不管在房间、你在客厅，你随时要用它，你就直接把环绕喇叭拿起来，然后它就开始进入这个蓝牙配对模式，然后你就可以摆好开始听了。那接着呢，它的音色呢，我觉得也是坦白说，我觉得 Sony 对于新世代这个新出的系列都有一点
偏心哦，就是它的音色弄起来真的是像 S2000，我觉得它音色做的其实比它的那个 A 系列的 A3000 Soundbar 调得好，这样子就人声的那个突出的部分。那推荐给谁？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年轻朋友，也不一定是年轻朋友啦，就你第一次接触这种环绕的感觉，然后你常常就是电视，假如说你没办法在客厅看，然后你都要晚上或在特定的时间看，一个人看，那这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哦。那另外讲一下，就音量的部分，他们有讲说瓦数多少嘛，但我觉得基本上，它是没办法说，就是你大概距离它1.5米到2米之间的距离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它的一个音量确实没办法让你整个，就你没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式的soundbar用，然后家里面有2-3个人都同时享受很好的一个环绕的效果。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一个人用，或者是你跟你女朋友2个人。但你跟女朋友2个人看一个那种普通的平板，好像也有点太挤，跟你们2个可能要看 iPad Pro， 我觉得最多2个人一起看，挤一挤一起看，那就差不多就这样。哦，说到这个还要吐槽一下，就是说，我觉得 Sony 它在这个音量的调整 AX7 上面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基本上它在音量调整的时候，它的前面的50% 都是几乎是没有用的。你从50% 开始，它的音量才会开始比较大。那我觉得，尤其它到了大概80-90%，像我有时候我自己看，我会开到100%，它大概在那个80-90% 或90到100% 的时候，我觉得它那个音量是可以做的再更细的，因为有时候它在那个阶段，你90%、91、92、93，它多一点点，你就会觉得那个人声就大声太多了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音量的段落要再去做调整啊，但是这个其实后续的韧体更新都有机会去克服。那回归到说这个东西到底推荐给谁？我们刚刚说推荐年轻人嘛，那我也推荐说，假如说你是那个新手奶爸，然后你就是晚上你不敢开客厅的音响，怕太大声，你就可以在房间里面偷偷的，或者是你新手奶妈，你在房间里面偷偷的把这个 AX7 接起来哦，就是你看这个 AX7， 我觉得你看它既然前面叫 HT-AX7， 现在音响 Sony 整个系列还有谁是挂 HT 的？就整个它的 A 系列的soundbar还有那个旗舰的 HT-A9。对，说到 HT-A9， 它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HT-A9 的一个蓝牙版、精华版，而且我觉得在未来啊，听完这个喇叭之后，我觉得以后真的是立体声的时代要过去了。在我这个有生之年，从我这个小学到大学到现在工作，一直以来听的都是立体声左右的声音。那环绕的音效一直以来都存在的，可能就是你要花个5-6万块啊，花个7-8万块啊，你要买个soundbar啊，然后你要就是你要在客厅啊，你要架一个大气筒啊，你要占很大的空间啊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2023年呢 ，Sony 这款产品就是让你可以在一个1-2坪、2-3坪，随时随地，然后你有一个平板，你有一个手机，你就可以去享受很厉害的效果。我觉得在未来世代会是一个环绕声的时代。然后最后讲一下说，很多人会问说，它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拿来接来玩手机游戏？就是我后面的其实1个小时半，我是用我的 iPhone 去玩这个传说对决。原神踢透。然后实际上我的体验，很多人说玩游戏会不会延迟？就像我之前也讲那个1000XM5，或者讲一些蓝牙的耳罩，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不是玩射击的游戏，然后你不是一个职业的玩家，其实我觉得 AX7 的延迟你是属于玩游戏上面来讲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如果你是很习惯那种电竞滑鼠、电竞耳机，然后手机游戏也是玩特别认真的朋友，就也许你会不太习惯这种蓝牙设备的延迟。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，起码我玩传说对决的时候，我的排位钻石也不是很低，然后我觉得这样玩下来的感觉体验还是可以的。尤其当游戏里面的主角在讲话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是真人在你前面跟你对白。好了，那所以这期呢，这个 AX7 的开箱就到这边。那真的是很兴奋的这种产品。坦白说，这种产品15900，然后以店家的角度来讲，卖这种产品它是不赚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便宜，但是它效果又做那么好，反而说不定会影响到人家买2-3万产品的一个意愿的。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这种产品的出现，还是令人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也许它真的是改变以后世代的年轻人，以后世代的一个不管大家亲朋好友，男生女生，
大人小孩的一个看电影、看音乐、使用手机或对于环绕音效的一个感受的体验。好，那这次就是这个 Sony X7 的一个开箱影片。我是 Alan，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到麦斯音响的门市，或者是到任何有展示这个 X 系的地方，来体验一下 Sony 他们这个划时代、革命性的一款厉害的产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